我的丈夫高明出了车祸，重伤濒死，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：苏小姐，你丈夫现在这个情况，就算是抢救了，也意义不大，还请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准备的可太好了，止不住的笑道：坚决不给医院添麻烦，我带他放弃治疗。于是捐赠遗体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一条龙服务后，他就变成了一堆灰。我拍着他的骨灰盒，不由得笑了。高明啊高明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啊，家财万贯，英年早逝，美丽遗嘱。所有遗产我占2/3，还有比你更体贴的人吗？我一路哼着歌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了家，想着高明这么体贴，那我自然也得体贴一点。于是我打电话给高明父母度假的疗养院，医生把你们那所有最贵的检查和营养剂都给我公公婆婆用一遍，他们儿子死了可是大事儿，万一2位老人受不住嘎了怎么办？我可要帮他们把身体调理好了，不然要是就这么嘎了，那岂不太便宜他们了？还有他的小情人徐菲菲，从前高明带着她比我净身出户，如今高明都嘎了，那我还不得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？我带着搬家公司到小情人家里，大手一挥，给我搬。小情人没在家，正好方便了我。所有东西都被搬上了车后，撤退的时候，房间里只剩下一张床了。那东西我可不会要，因为我嫌它脏。搬回来的东西我直接卖了废品。废品站的老头刚把东西拉走，警察就找上门了。你是苏琪吗？有人举报你入室盗窃。叔叔，我冤枉了，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。是不是的？你说了不算，请先跟我们回警察局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当然要去了，反正我又没偷东西，了解一下怕什么呢？到了地方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徐菲菲，她见到我立马就跳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：苏琪，你这个小偷竟然敢偷我家的东西！我看她挺着几个月的肚子，还跳得这么厉害，眉头直皱，好心提醒她：你动作小点，万一你孩子跳没了，可千万别赖在我头上。你敢咒我的宝宝！徐菲菲真是完全不听人劝，我让她动作小点，她居然更激烈了，还想走过来打我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寻求警察帮助啊！我连忙往警察身后躲。叔叔同志，他想用孩子嫁祸我，你们要给我作证，快保护我呀！值班人员想办法把徐菲菲拉开，看我的眼神一言难尽极了。我问道：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意识特别高，没被小情人陷害到？想表扬我的话不用客气了，学习法律知识是每个公民应该做的。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。你俩都给我老实点，先把盗窃的事情说明白了。我被带进小房间，审问人员神色不善。昨天下午3点，你在沙雕小区干什么呢？我找人去搬家了。搬家？那是你的家吗？你就找人搬家？他一拍桌子，拿出来一大堆照片。业主已经把你告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带着搬家公司去搬别人的家，你以为你在拍电影了？估计他们没见过我这么嚣张的，都快气笑了。叔叔同志，可是房子就是我的，我搬自己的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从身上掏出房产证、土地使用证、银行付款、水单、身份证，你们看看还缺啥不？这下轮到审问的人蒙圈了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证件，最后终于确定我真的是业主。他们把徐菲菲跟物业经理也叫了进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物业经理连忙说道：徐小姐是住在那里的业主，我敢肯定，因为我经常见到她。徐菲菲咬牙道：就是苏琪去我家偷东西的。我撇着嘴角冷笑道：徐菲菲，你可以啊，你无家可归的时候，是我和高明看你可怜，把房子借给你住，怎么借你的东西就成你的了吗？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，你住了好几年，付过1分钱的房租吗？徐菲菲脸色一白，连忙说道：虽然房子不是我的，可里面的东西却是我的。叔叔同志，是苏琪，是他偷了我的东西。这话你也好意思说？我啪一把又掏出一沓票据。叔叔同志，这是装修清单和发票，这是家居购买订单截图和付款记录，您可以对照着东西查。跟办案人员好声好气的说完，我又看向徐菲菲：你的那些脏衣服、臭袜子，我搬家之前可都已经给你扔出来了。我搬走的那些东西，家具、家电、柜子，哪样能挨上你的姓？办案人员冷着脸对徐菲菲说：你说他偷了你的东西，你丢了什么？你现在说出来。徐菲菲站一边咬着牙一言不发，我在旁边冷笑：徐菲菲，你可都4、5年没工作了，我也挺好奇的，你这一穷二白的能丢什么贵重东西？徐菲菲脸色瞬间煞白，愣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我老神在在的看向她，我当然知道房间里有什么。高明半年之前就准备和我离婚，老鼠搬家一样的转移资产，不少现金转了好几道弯，全都换成了金条，就放在那个房子的保险箱里。这个保险箱嵌入式隐藏在一个储物柜里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找到了，而且藏在了很安全的地方。我倒是不怕徐菲菲说，但徐菲菲说了别人也得相信啊。一个连房子都要蹭住的人，会有这么多金条吗？这不是拿人当傻子耍吗？最后徐菲菲灰溜溜地说，看到房间乱成那样，我的心太慌了，没留意我自己的东西已经被他拿出来了。警察逮着徐菲菲好一通教训，徐菲菲咬紧了牙，憋了一肚子气，一个字也不能说。我也被训了一顿。你在搬家之前也要和住户事先沟通一下，现在闹出了这么个大乌龙，这不是在浪费警力吗？我立刻连声认错，叔叔同志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我和徐菲菲一起走出警局后，正式向她通知，徐菲菲，那房子我要卖了，给你3天时间赶紧搬走，否则就给我付房租，1个月3万块。你抢钱啊，这么贵！徐菲菲大怒，我斜着眼看她，沙雕小区黄金地段超大平层，那地方月租要不了3万吗？你要不上网查查呢？徐菲菲当然知道我说的是真的，她咬牙说道，苏琪，你别太得意了，我会把你做的事情告诉高明哥哥的，你等着高明哥哥找你算账吧。哦，是吗？我笑了笑，我猜你肯定已经给你的明哥哥打过电话了吧？都这么久了，他接过电话吗？徐菲菲脸色一变，惊恐地看向我，
我笑得更开心了，好心告诉他，不用打了，他永远都接不到了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一堆骨灰了。徐菲菲尖利大叫起来，苏琪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竟然咒明哥哥死！你们好歹也相爱了那么多年，他可是你的丈夫啊！我好笑的扣着耳朵，等他吼完了才说，你还知道他是我丈夫啊？那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信啊？那你可以去网上查，昨天上午10点出的车祸，新闻上应该有报道。还有，这是他的火化凭证复印件，你也可以去火葬场问问。我把文件塞给徐菲菲后，果断的上车离开了。身后传来徐菲菲尖锐的叫声，就看到她捂着肚子倒了下去。我拿出手机打算拨个120，想想还是算了，警察局门口会有人帮她叫的，说不定公车直接送达，还省趟120的费用呢。我觉得自己可真善良，节约了一趟医疗资源。回到家里后，我洗了个澡，美美的睡了个觉。不一会儿却被小区警卫室的电话吵醒。苏小姐，小区门口有对夫妇说他们是你的公公婆婆，想要进小区见你。电话那头传来高明他妈愤怒的骂声：苏琪，你个丧良心的小娼妇！高明我儿这才死多久，你就把人给火化了？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他一面？你个毒妇，有本事你让我进去啊！我掏了掏耳朵说道：我不认识他们，不见。我这房子可不是和高明住的那一栋，是我自己买的，保安才不认识什么高明他爸妈。关了手机后，我继续睡起了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被警察同志找上门了。怎么又是你？有人控告你谋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冤枉啊！我可是守法奉公的好公民。我连忙又叫冤。警察眼角抽了抽，先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我乖乖的跟着去了，反正我又没谋杀，我又理我怕啥？到了地方后，我一眼又见到了徐菲菲，还有我的公公婆婆高明他爸妈。好戏正式开始了。我的丈夫高明出了车祸，重伤濒死。我赶到医院后不由得笑了，于是捐赠遗体，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，一条龙服务后，他就变成了一堆灰。接上集，他妈一见到我就指着我鼻子骂道：苏琪，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，你不得好死！我看他跳得那么欢实，甚感欣慰。疗养院那一大堆营养剂果然没白打。我好心的关心道：妈，我劝你最好别太激动了，一把老骨头要是气嘎了，你可别怪我头上。你害死了我儿子，现在还敢咒我！高明他妈和徐菲菲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点儿也不听人劝，鬼哭狼嚎的就要冲过来打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当然是继续找叔叔帮助啊！叔叔同志，快救命啊！我连忙拉住叔叔的衣服，他仗着是我婆婆就要动手打我，这可是家庭暴力，家庭暴力也是犯法的，你们快点保护我啊！值班人员想办法把高明他妈拉开，看我的眼神再次一言难尽极了。我问道：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法律知识特别广，连家庭暴力都知道？不用客气了，普及法律知识是我应尽的义务。他们的眼神更加复杂了。你给我老实点，他们举报你谋杀他们的儿子，先把谋杀的事情给我说明白了。我又被带进小房间里，审问人员神色不善地拿出了一张纸。你公公婆婆提供了你丈夫高明车祸的事故鉴定报告，上面说他之所以会出车祸，是因为刹车失灵，他们指控是你动了手脚，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有，他们纯属胡说八道。我立刻为自己辩白：警察同志，我公公婆婆这么大年纪不懂法，是不是他们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来你们这闹了，还非要让你们把我抓起来？办案人员的表情一下僵住，我顿时深感同情，他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接着问：据你婆婆所说，高明的车都是你负责保养的，每个月都会保养一次，上一次保养的日期就是高明出车祸前3天，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刹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我诚恳地看着他，可是这个月我没去保养啊，因为我有事耽搁了。办案人员继续问：什么事情耽搁的？你考虑清楚再回答。如果你没有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快就把高明火化了？根据我们的了解，从死亡到火化中间还不到6个小时。他目光锐利地盯着我，不得不说，这的确是个最大的疑点。要是没有问题，我这么着急的把高明搞成一堆灰干什么？我也诚恳地看着他问道：叔叔同志，难道火化还要挑日子吗？空气中飘满着安静的气息，只有我一脸真诚回答问题。一个办案人员唱红脸，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不准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另一个办案人员唱白脸，这个问题要是说不清楚，对你的影响很不好，我劝你最好配合我们把事情弄明白了。你也说你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不是吗？别的话我都能不接，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能不接吗？只能实话实说了，因为我烦他，我陪着他白手起家，现在他发达了，这死渣男竟然要跟我离婚。3天前我本来是要开车去保养的，可是这个狗东西回来后就跟我吵了一架，我这才没去的。现在他死了，难道我还留着他的尸体过年吗？要不是法律不允许，我还要拿他的灰当肥料种狗尿台呢。办案人员仔仔细细看着我的脸，终于确定我没说谎，他们都等着我狡辩，没想到我竟然这么敞亮，我还努力自证。叔叔同志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我们物业，我们小区有监控，我还把高明给打出去了，附近的邻居他们都知道。他们接着把我公婆和徐菲菲也叫了进来。徐菲菲进来就问警察同志：你们都查清楚了吧？高明就是苏琪谋杀的，你们还不快把他抓起来枪毙了？警察一瞪：死者和你是什么关系？你是高明的什么人？徐菲菲噎了个大红脸，委屈地看向高明妈：阿姨，他凶我。高明妈挺着脖子说：你们凶什么凶？她是我的干女儿，是高明的干妹妹。干亲吗？这个关系法律是不承认的。高明和你没任何关系，你别什么事情都是要赶着往前凑。徐菲菲铁青着脸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警察派人和小区物业确认过了，也调了监控录像，车子该保养那天高明确实回了家，还和我吵了架，一堆人都看到我和高明吵得很凶。车子没保养是你儿子自己的原因造成的，火化的虽然
快乐点，但手续都合规合法。有事情报警是你的权利，但什么证据都没有就来警局诬告他人，法律也会追究你们的责任的。听明白了吗？高明妈才不管警察说什么，听到不是我的责任，又对着我破口大骂。苏琪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连我儿子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了。我好笑的看向他，妈，咱话可得说清楚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高明被撞得血肉模糊的，我看了都差点受不住，能让你看吗？万一你看了也吓嘎了过去，那我们家不是要办2场丧事了吗？我可都是为你好，你咋就不理解呢？你还在这咒我死？高明妈和徐菲菲不会是亲母女吧？说话都一模一样。值班人员看不下去了，瞪着我道：你能不说话吗？必须能，坚决配合警方工作。我民警嘴巴憋着笑的说道。高明妈还在那胡搅蛮缠，最后还是警察出面道：这位女士，如果你再继续胡闹下去的话，我们就要按寻衅滋事把你抓起来关几天了。他才终于消停。我们出了警局，高明妈还死死瞪着我，我也不理她，看向徐菲菲：你搬出去了没？房子我可要卖了。苏琪，你也太狠了吧！徐菲菲转头就找高明妈哭诉，高明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听徐菲菲哭哭啼啼说完了，才冷着脸冲我吼：你凭什么让菲菲搬出去住？那可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我就要让他住，你管不着。那是你儿子和我的房子，现在你儿子死了，这算遗产，我占2/3，你和爸加起来才占1/3，要不我把厕所和阳台划出来给他住。我热心的解释道，那房子你知道的，阳台是270度，3面环绕景观式的，面积绝对够1/3厕所，你要的住的话，就算我免费赠送给你们的吧。高明妈都快气绝过去了，一根鸡爪子手指着我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，我才懒得和这个老太婆客气，直接越过她给徐菲菲下最后通牒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再不搬出去我就直接换门了，到时候东西带不走的话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阿姨，你可要帮帮我啊，他把我撵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我还怀着高明哥哥的孩子呢。徐菲菲哭得梨花带雨的，高明妈气得脸发青，拉着她的手安慰道：菲菲，咱们不怕，你这身子住别的地方也不合适，跟我住疗养院去，还有人照顾。她示威一样拉着徐菲菲的手，趾高气扬的从我面前走了。徐菲菲还回头给我抛了个得意的眼神，我看着她忍不住的想笑。好啊，妙啊，那疗养院可不便宜，到时候等分完遗产结账的时候有你们哭的时候。我打电话给疗养院主诊医生，5院是吗？我公公婆婆又带了个人去，是个孕妇，对，她可金贵着呢，你们可得照顾好她，想做啥检查都给她做，吃的喝的都给我用最好的，他们不差钱。回到家，我准备美美的先睡一觉，顺道把法定财产分割清单给他们发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法院的电话给吵醒了。苏琪小姐，关于高明先生遗产的法定分割，徐菲菲女士主张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有一份，徐菲菲女士已向法院起诉，到时候还请您准时出庭。嗨，不就是出庭吗？谋杀我都顶过来了，分个钱我能怕？毕竟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了张三当律师，咱们走着瞧。老公接他白月光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我不由得笑了。于是捐赠遗体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一条龙服务后，他就被烧成了一堆灰。可在分遗产的时候，他的小情人却把我告上了法庭。开庭的时候我准时到达，徐菲菲挺了个肚子咬牙道：我肚子里这个可是高明的种，分遗产孩子也应该有一份。我好笑的说道：真的是高明的种吗？我可不信。苏琪，你凭什么不信我肚子里是高明的孩子？你说是就是啊，拿证据出来啊。我笑眯眯的看着他们，亲子报告了解一下，你要能拿出来，我保证1分钱也不少。你无耻！徐菲菲脸一下铁青，声音都变调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高明都被你烧成一堆灰了，我到哪做亲子鉴定去？我拉长了声调：哦，原来你没有啊？那你在这跟我扯啥犊子呢？我看向法官，一脸诚恳道：法官同志，他没有亲子报告，这算起的哪门子诉啊？法官直皱眉：你们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徐菲菲连忙说：法官大人，我还有其他的证据，高明的父母都可以为我证明。高明妈立刻叫起来：我儿子高明和徐菲菲在一起过，我知道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宝贝大孙子。我无奈：妈，你没事少看点韩剧，多了解下法律不好吗？除了亲子报告，谁也不能证明儿子是不是他老子的儿子。高明妈被我老子和儿子绕得都懵逼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这时高明爸开口了：不就是亲子报告吗？我们有。一边说一边拿出了一份报告。法官拿着报告看高明爸骄傲的陈词：这是我和菲菲肚子里孩子之间的血缘检测证明，我们有亲缘关系，我可就高明一个儿子，所以菲菲肚子里肯定是我儿子的种。法官本来正在看呢，一听这话直接把报告放下了。你们的证据无效。高明爸一听火气就上来了，大喊大叫道：你凭什么不认？亲子报告也做了，上面明明写着孩子和我有血缘关系。你冷静点，我替法官维护了一下秩序。刚不是说了吗？亲子报告，知道啥叫亲子不？就是老子和儿子，除了高明自己谁的报告也没用。另外，我笑了笑，您确定您真的只有高明一个儿子吗？高明爸被我问愣了，我直接拿出一大堆材料给法官，趁着法官看资料的时候，我愁眉苦脸的给他解释，本来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也不想说的，可谁让我公公非得逼我呢？我公公婆婆本来感情确实不错，可架不住他儿子有钱了呀。我公公从高明那儿拿到钱，可是闹了不少花边新闻呢，和广场舞的大妈传过绯闻，被我们全家在酒店里抓过奸。
我还到派出所保释过他一次，罪名是嫖那啥，您懂的。领人的回执我也放在里面呢。高明爸此时一张脸早就涨成猪肝了，我十分诚挚地问他，爸，您确定您真没给高明留下个哥哥弟弟啥的吗？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每次都很小心的，我都有做防护措施的。哟吼，我了然的点头，十分淡定。可是我婆婆疯了，你这个老不休的狗东西！她冲上去打我公公。你什么时候被抓的？我居然都不知道，你竟然背着我跟那几个老妖精做这种不要脸的事情！此时见多识广的法官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闹懵逼了。高明爸恼羞成怒，却还得压着怒气跟高明妈打商量。咱俩这点事情回去再说，现在不是给孙子争财产的吗？你可别中了他的诡计。高明妈反应过来，也发现自己差点坏了大事。法官板着脸给他们好好教育了一番。我再说一遍，谁主张谁举证。如果你们没有证据证明孩子是高明的，我就要宣布庭审结束了。高明妈脸色青成一片。这时候徐菲菲忽然跑过来，哭哭啼啼的跪下看着我。琪琪姐，我知道我和高明哥对不起你，可是他已经去世了，我肚子里是他最后的骨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难道忍心一点东西都不留给他仅有的骨血吗？徐菲菲还真是聪明呢，知道这事只要我认了，法官也不会干涉，在这给我用苦肉计呢。我好笑的看着她说道，菲菲你真的好可怜呢。她和高明爸妈瞬间两眼放光的齐齐看向我，可我还是不信呢。那天我离开法庭的时候很是惊险，3个人都扑上来要打我，可是法院也有法警的好不好？法治之地我有啥好怕的？回到家里继续该吃吃该喝喝，抽空还去旅游了一趟，一回来又被法院找上门了。苏琪是吗？你公公婆婆告你隐匿你丈夫遗产，已经向法院提交诉状，请你到时候准时出庭。嗨，不就是出庭嘛，都出过一次了，一回生二回熟的，我怕啥？到了日子我准时出庭。我公公婆婆这次学聪明了，还请了个律师，真是巧呢。我也挺了，分财产吗？不请律师能行吗？就算我高考数学成绩150，那9位数的余额我也数不清啊。高明妈上来就给我定罪。法官大人，他藏钱，我儿子那么多钱全都被他藏起来了。法官青筋直跳，听你说还是听你的律师说？高明妈看着一脸便秘的己方律师，终于闭嘴了。律师好不容易得了说话的机会，有点过度补偿，种种证据说辞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，又是公司年报，又是分红比例，又是房屋市价，口若悬河了半个多小时，喷出来的唾沫积一积都能有半缸了。等他好不容易说完，我方律师掏出几根牛皮带，公司财报、投资损益、房价指导、政府文件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开玩笑，我律师顾问费1年大几十万呢，有案子还得另加钱，这点小场面都搞不定，我不是白花钱了。再说了，我前段时间出去玩，他们以为财产分配清单是谁列的，有窟窿还不堵得严严实实。对方律师瞬间又蔫了，低着头不知道说啥了。高明妈气得大骂，我请你花了好几万，你特么有个屁用，连个屁都放不出来。他亲自上阵，用他的鸡爪子指着我大叫，别墅呢？他还有一栋别墅，为什么不分了？那别墅可是好地段，大面积3层独栋，一套上千万，这一分1/3也得400-500万呢。我方律师扶了扶眼镜，淡定地拿出一纸协议，指着上面的2个字念道，赠与这套房子是苏琪小姐和高明先生共同赠与苏琪小姐父母的。高明妈彻底抓狂了，跳着脚叫，不可能的，我儿子连我都没送，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可能送给那个毒妇的爸妈呢？这肯定是假的。法官大人，他做伪证。我懒得争辩，是不是假的徐菲菲最清楚了。我看向徐菲菲的方向，她脸色顿时一白，绷着脸也不说话。我方律师也不打算等她，再次淡定的拿出一个 U 盘在法庭上放了出来。哦吼，公证处的视频录像公证，高明活生生的站在那儿说同意呢。高明妈彻底傻眼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苏琪，你个狐狸精，你给我儿子灌什么迷魂汤了？让他把钱全都给你了。我在旁边看着热闹，早就说了，就我这律师行走的吸金兽，能留漏洞吗？这要是敢给我留漏洞，我不得把花出去的钱全让他给我吐出来。我正看得高兴呢，徐菲菲冷不丁站起来大叫一声，苏琪就是藏钱了，我能作证。这一嗓子着实有点出人意料。高明妈高兴了，菲菲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你快说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家的钱绝不能被那个毒妇拿走。徐菲菲咬了咬牙，费了老大的决心。高明为了以防万一，把一些现金换成了金条，这些金条都被苏琪拿走了。法官眉梢一挑，知道好戏来了。具体有多少呢？徐菲菲抿着嘴，好半天才开口，1个多亿吧。法官有点吃惊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有多少。徐菲菲咬牙道，价值1个多亿的金条。我还没说话，高明妈先叫了起来，1个多亿，菲菲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们说？老公在接他白月光的路上出了车祸，我不由得笑了。于是捐赠遗体注销户口，拉去火葬场一条龙服务后，他就被烧成了一堆灰。可在分遗产的时候，他的小情人却把我告上了法庭。1个多亿嘛，菲菲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和我们说？高明妈被徐菲菲深深的震惊了，看着她的眼神都变了。这些金条现在要被别人拿走了，所以他才跳出来了。要是没拿走，那他岂不是打算独吞了？他狠狠地瞪了徐菲菲一眼，等我回去再和你算账。有了徐菲菲的话，高明妈的腰杆子又硬起来了，冲着法官大叫，法官大人，你还不快问问苏琪，他把金条都藏哪里去了？法官不由得看向我，
我一脸诚恳道：“徐菲菲没给过我呀，我可没撒谎，撒谎有经验的法官会看出来的。而且徐菲菲真没给过我，那是我找搬家公司搬的啊。”法官越看向徐菲菲，徐菲菲急了：“就是苏琪拿的，她从我家偷走的，我当时还报警了呢。”我方律师发起攻击：“徐女士，我要纠正你2个错误。第一，那间房子不是你家，是我当事人的财产。第二，你报警的笔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你当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”徐菲菲急得结巴：“那是因为我一时没想起来。”我方律师继续展开攻击：“假如真有金条，请问谁能证明呢？你说有就有吗？”徐菲菲高叫：“我能证明，我亲眼看着高明拿回家的，还是我亲手收到保险柜里的呢。”你是说你能证明吗？我方律师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沉默是无声的蔑视，哼，是沉默加10000点暴击。徐菲菲快哭出来了：“法官大人，有金条，真有金条，我亲手收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啊！”法官眉头皱出深深的沟壑：“你的意思是说金条是高明的吗？”“对，金条就是高明的。”“那你有购买凭证吗？”徐菲菲低下了头。“那你要是有付款记录也行。”徐菲菲头更低了。法官很惆怅地说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谁主张谁举证，懂不懂？你在这没证据的污蔑陷害受害人，那可是刑事犯罪，是违法的。”法官给徐菲菲他们又补了好一通法，不得不说法官讲的真好，我都听得津津有味的。高明啊高明，你可真是个好人，如果不是你转移财产的时候做的那么干净，我怎么能这么容易得到这些钱呢？出了法庭，徐菲菲和高明爸妈越往我跟前冲，价值1个亿的金条，他们怎么可能善罢甘休？但离我还有18米远呢，就被律师拦住了。属于你们的财产已于刚才分割完毕，如果还有什么事，请直接找我，我的当事人不会再和你们产生任何联系。如果你们还要继续靠近我的当事人，我会代表我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警。说完，他看了一眼徐菲菲道：“徐女士，尤其是你，再这样无理取闹，我就把你送进去关几天。”徐菲菲闻言脸色一白，顿时不敢往前冲了。她扯着高明妈的衣服：“妈，钱都被苏琪拿走了，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啊？”高明妈看着徐菲菲的肚子，笑着握住了徐菲菲的手：“放心吧，这不还有妈吗？高明的财产他是转移了不少，但剩下的也还有很多呢，1/3也是相当可观了。”说完，高明妈示威地瞪着我，我懒得理她，转身就走了。刚上车，我就接到了疗养院的电话：“苏琪小姐，您公公婆婆最近的疗养费用该结了，我还是把发票寄到您家里吗？”我一听好戏来了，五院士不好意思啊，我和他们刚刚分割完遗产，高明死了，我和他们也没啥关系了，这钱你直接找他们要就行。放心好了，我刚把遗产钱打给他们，他们现在有的是钱。挂了电话，我实在憋不住的笑了。他们最近可是把所有最贵的检查和营养剂都上了一遍，先前主诊医师和我汇报的都上了什么来着？哦对了，全身核磁8000块不算钱，基因检测3万块也是毛毛雨，自体干细胞回输国内通价30万，他们做的是最好的50万，也是小意思。还有什么来着？一项一项的看着不多，加起来可就不少了，何况他们还是2个人。哦对了，还有吃的呢，徐菲菲可是孕妇啊，那还不得燕窝海参换着来，印尼燕盏100克5800够吃几顿呢？深海辽参250克8000有几只来着？真是会享受生活呀！当初他们有多享受，之后就得为这享受付出多少代价？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？接下来几天，我的电话被他们3个打爆了，我没拉黑他们，我专门留着这个电话号码给他们打。我就是不接电话，我就是喜欢看他们这种无能狂怒的样子。事后，我的律师尽责地向我汇报情况。苏琪小姐，他们的遗产付完疗养院的费用后，还剩下20万。现在他们已经搬回之前的老房子了，还有20万啊，真是可惜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知道有一颗大雷很快就要爆了。果然11个月后，高明爸妈和徐菲菲哭着跪在我的别墅外面。苏琪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求求你，看在高明的份上，求你救救他的孩子吧！我站在大门口，徐菲菲跪着向我这边爬来，她死命地哭着：“苏琪姐，我的孩子心脏有问题，你是心外科的专家，只有你能做这个手术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的孩子吧！”我没吭声，先打了个电话给我从前任职的医院，也是负责高明孩子的心外科主任。徐女士的孩子生下来时就心脏缺损，现在需要立刻修补，不然将来长大后一辈子都要在药罐子里度过。而且说不准哪天情绪一激动人说没就没了。我挂了电话，看向高明爸妈，看向徐菲菲。高明妈死命地哭道：“苏琪，你就去做了这个手术吧，这是高明的孩子，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了呀，你不能让我老高家绝后啊！”我笑了，妈，我曾经也有过一个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孩子是高明的血脉，那我的孩子就不是高明的血脉吗？高明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神情猛地变得畏缩。当初我的孩子掉了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说的呢？你说都怪我逞强，非要上班害死了你的孙子，说我的孩子掉了是他福气不够，不配让高明做爸爸，活该没办法到这个世上来。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徐菲菲了吧？也知道就是徐菲菲把我的孩子弄掉的吧？高明妈瘫坐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高明爸挣扎着试图说服我：“琪琪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可这个孩子可是高明在世上唯一的血脉呀。”和我有关系吗？我打断他，当初你劝我不要报案，免得徐菲菲一个小姑娘留下案底，将来不好做人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着我掉的也是高明的血脉呢？高明爸妈说不出话，徐菲菲却在地上频频地给我磕起了头。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徐菲菲，你以为我不想救吗？我忽然笑了起来，徐菲菲睁大眼睛看着我。
还记得当初你父亲找我看诊时突发胸痛，我判断他有急性心梗阻，立刻安排了手术，人没能救回来，是我医术不精。你愤怒之下来推我，我掉了孩子我也认了。可后来你看过诊疗记录，发现是你弄错了，你来和我说过一声抱歉吗？那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庆幸弄掉我的孩子真是太好了，这样你和高明之间就没有阻碍了？徐菲菲低着头说不出话来，她求着我，是我错了，可是你去看看我的孩子吧，我求你了。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因为父亲死了，情绪激动才对我动的手，可是后来高明来了，我看到他抱着你安慰，听到你和他说的话后，我才知道，你以为我早就发现了你们的事情，你以为我是为了报复你，故意接手术来害死你父亲，所以你才会来推我打我。我是心外科一把刀，我太忙了，忙到我丈夫有了外遇2、3年都不知道。我也太天真了，我以为我陪高明走过了最艰难的阶段，用我一台一台的手术补贴支撑起他商业大厦的基石，我们的婚姻就会和他的事业一样稳固。我给予他最深的信任，而他却把我的信任踩在脚底。我笑着看向徐菲菲，你可以恶心，但不是谁都像你这么恶心的。你的孩子有问题，我其实早就知道了。中医的望闻问切我多少也会点，你在公安局那天我就看出你面色不对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我知道你孩子有问题，只是看不出具体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也不急，我倒要看看老天会给你什么报应。但真是太可笑了，你的孩子居然是心脏病，是只有我能做手术的先天心脏缺损。可是徐菲菲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推倒我的时候，我的手划过了桌角，在手背上划开了深深的口子，深及经脉。我笑容更加灿烂了。徐菲菲，不如你猜猜，我为什么从医院辞职了呢？真的只是因为我失去了孩子后打击太大了吗？徐菲菲的眼中现出惊恐的光芒。难道你？没错，我做不了手术了。我笑着说道，我的手伤了，我再也拿不起手术刀了。我忘了高明爸妈和徐菲菲是怎么走的了，因为我的心情也不好，人总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目标支撑着，哪怕是仇恨也是充满干劲的。可一旦这个目标完成，反而变得没有意思起来。后来我的学弟也是现任的心外科主任，陆续和我通报了一些情况。学姐还记得那个孩子吗？现在除了你，谁也没能力完成这个手术了，后面只能安排他保守治疗了，花了很多钱，有几10万吧，但也没能完全治好。这孩子以后要永远和药罐子为伍了，跑跳甚至情绪激动一点都有可能要了他的命。他叹息了一声，学姐，这个孩子太可怜了，要是你的手当初没有出事该多好。他不知道我和徐菲菲的关系，我笑了一声，是呀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天我准备开高明的车去保养的，结果他拿着离婚协议书来逼我签字。苏琪，徐菲菲怀孕了，我要给菲菲和她的孩子一个名分。而你自从上次流产后伤了身体，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。我这么大的事业不能没人继承，所以你已经没资格做我的妻子了。抓紧签字离婚吧。女人的智商总是和感情的多寡成反比，一旦没有了感情，就会格外清醒，甚至不用多思考，只是一个瞬间，一个完整的计划就已经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，而我只是稍微的在刹车上动了点零件。高明，下辈子有机会再见了。